老师，你合合看，上次可不可以合得起来？我们是兄弟，你多年的大哥啊，大哥，我找你好久了。拿一根绳子给他穿起来。原来是失散多年的兄弟，难怪欧阳大哥很会掌控节奏。蒸牛锅有个名称叫震锅，上去这个动作叫上阵。上阵呢有一个名词叫剑气上阵，是就看到那个蒸汽上来，就把它泼下去。这酱香型白酒哈，其实它是一个力跟美的结合啦，它是最浪费人力的，它1个月才发酵1轮次，它总共1年就是做1个整轮次而已。然后我们总共收了7次酒，我们在调和勾兑的时候，就是靠这7轮次的酒，然后去把它勾兑出我们想要的东西。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酒的地方我让你舒服。漂亮。欢迎收看李耀上来啤酒，我是李耀，我是凯蒂猫。咱们今天来到了全台湾第一座高粱酒酒厂，就是嘉义酒厂。漂亮的。你现在来到嘉义也不知道是不是？不是。嘉义酒厂以清香型闻名，而10年磨一剑。今年他们终于研发出玉山茅台酒酱香型白酒。各位，这个酱香型白酒非常复杂，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一起来看看我们嘉义酒厂如此复杂的工艺。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去看看嘉义酒厂酱香型的白酒制成。走吧，走。哎，老师，你怎么在这边？去哪里都有你。俗话说得好，周瑜打黄盖，欧阳配李奥。您今天是代表龙帅天，还是华甘丹，还是欧阳老师呢？今天我代表嘉义酒厂。哦，是，哇，您真是百变呐！各位，我们今天位于嘉义酒厂最中心，为什么在最中心呢？因为制酒大楼，还有高粱的谷仓，还有小麦的输送，全部都在这个地方。除了我们的欧阳百变老师以外，再来我们的右手边要介绍一下我们的陈宇文陈股长，欢迎。你好。其实啊，就像社长讲，我们嘉义酒厂很特别的，就是说我们一个酒厂，但是我们可以做很多香型的白酒。虽然我们可以往后看，哇，这很高的建筑物，旁边的话是我们的谷仓，这后面这是我们的发酵大楼。看到了2栋楼，第一个这个高粱酒界叫做高粱长城，世界唯一的，只有这里有高粱长城。旁边有一栋楼，一共是分成6层，是因为里面的安排是每2层一个制程，它的实际高度是12层大楼的高度。最上面先把生的原料过去，然后煮熟了，对，所以第1层就是蒸饭，对，吹冷。到了第5层就是第1次发酵，第1次蒸馏。拌完曲以后，再往下走就是发酵，然后就是蒸馏。所以所有的嘉义酒厂的清香型制成，都在我们的正后方的高粱的谷仓，以及右手边的制酒大楼，都在这边一个系统里面去完成，对不对？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现在的正前方，我们要介绍正前方的制曲。从这里看到有网子，有没有？是。老师，网子是挡鸟的，就是挡鸟的啊，真的。所以你看到那个小麦的呢，也一样有谷仓。是。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到，那你知道为什么叫长城？全世界唯一的高粱小麦长城。漂亮，而且刚刚我们股长有讲过，对不对？嘉义酒厂是以这个1场之力做出100场之香啊！你还要讲？大家就直接进去看我们嘉义酒厂的制程，好不好？走了，go！我们现在来到嘉义酒厂的制曲中心，为什么这么大声？因为机器很大声啊！欧阳老师，你等一下讲得更大声一点哦。所以这个制曲很多细节要看清楚。主任今天来爆料了，什么细节都要讲的这样子。看到那边上面的麦子过来以后磨成的粉从这里下来，橘色的那个是水，那个粉进来多少，水进来多少，就是这个成功的第一关键。这个转下来，这个位置转下来，这个制曲的地方抓一块捏在手上，捏一下就知道那一条线叫做38度线。老师，这可以吃吗？可以吃啊。这个生小麦可以吃，这样子捏下去，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感觉来到海洋公园看欧阳老师海豹喂食秀。
感觉就是37，你温度几度？37的。对，哇，这么神如啊！果38就是属于有需要，如果37以下就不行了。38有需要的，那再说。为什么？人有的时候要发烧。可是你拉回来好不好？你可不可以讲制成啊？我们要讲酱香嘛，当我们要做酱香的时候，跌下去就觉得比较湿，就要过38，要发烧，这要38度，要超过38度，温度很重要，温度真的很重要。温度、湿度都很重要，所以我们讲这个制曲，它这个地方能够做不同的香型，也就是能够做不同的曲，有了这个含水量的多少，才能够让它后面发热，形状辨别哪里来的。只要全台湾圆圆的，中间有个洞的，对，来自于嘉义，龙来自田也是，你这样拿大概几公斤？ 10公斤左右吧。错，5.2左右。没错。你确定？我现在拿一称哦。可以，拿一阵，但是外面真的有拿一阵。社长今天略居下风，被白酒欧阳大师拿捏的妥妥。刚刚在1楼压曲完了以后，会透过这个输送带输送到2楼来，然后就开始在这边堆曲。老师，啊，为什么它是躺着不是立着？我看到所有曲都是立着的呢。现在比较软，过2天它就变干了。干了以后再把它立起来就对了。而且实际上它不是立，它还要再翻过一遍。翻面以后再立。这个呢摆在这边要干什么？要 Kimo。落菌。 Kimo 就是长毛。社长你台语不行哎。不是台语不行，是因为我觉得老师每次在跟我讲话，我都觉得他在唬烂我。没有。棋逢敌手，社长有个过不去的坎，就是欧阳老师这个挖坑前辈。闽南语说 Kimo 就是很好的意思，起毛就不行了。台语有一句话叫做 Kimo 吧，长毛就不好了。 Kimo 外嘛，要刚好看起来有一点点，又没有毛，那才是 Kimo。只有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立起来，而且这个整个环境要控制，它就会缩回去，水就保在里面。这样子看起来，现在这个样子叫光秃秃，那样子叫穿衣，穿衣之后才立得起来。所以其实，在培曲的过程当中，第一阶段最重要是让它可以穿衣嘛，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去看立曲。哇，社长这造型很特别。温度计，现在你拔拔看。哎，哎，对，我拔起来，你把我当成雷神索尔是不是？不是吧？原来软的时候插上去的，然后来测温度，高温区、中温区、低温区，是以制曲中达到的最高温度来做计算，中间能够达到多少温度？37%就只能够达到什么温度？因为你看它会热，它热的时候水分就慢慢蒸掉了，水分没有再有了，它的某些菌就不长了，那些菌不长了，温度就不产生了。这个热就是生长热，所以它是自己会发热。生长的时候会发热，水分多的它温度会更高。这里现在你看到的都是已经完成的，实际上呢，原来开始的时候，这个摆在中间，这边5个，这边5个，温度这样一直升上来，升到上面最高的时候，我拉开的时候，它就往下降，再升上去，升到我要的温度。那你就安心了，这一批就成功了。现在这个温度计上面是50度，哎，这就是我们一般的温度，但是我们这做的清香型不一般。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就知道不一般了，知道吗？现在讲第2班，那一班呢是要38以上，温度很高，那就是做酱香。那高温曲它可能会这边温度计会拉到60度喽。是我有做过功课，好不好？老师，我现在跟你讲一件事，因为太热了，所以这边你拿着，你讲，我先走哈。当众人以为社长只是做效果而已，没想到他真的回台北吹冷气了。38%以上的，它温度高不是这样子哦。烧要靠包，是要用稻草包起来，是做2个事情。第一个，控制它的水分在里头；第二个你要让它高温，要有高温的菌，就是稻草上面有枯草杆菌，然后让温度升上来的时候，枯草杆菌能活，其他会死掉，这样子才在保证它的优势。老师，我刚刚上个厕所回来，你还在讲哦你。AI 技术没有鬼，你根本没有离开。你说你去厕所，那厕所是鬼呀。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重头戏，就是高温曲跟中温曲。现场的观众朋友，你可以分得出来哪一个是高温，哪个是中温吗？哎呦，好烫啊！对，高温啊，这个很冷的这样。那我们现在要如何看中温曲跟高温曲菌相好不好，就要看里面，对不对？墙角那边照明灯那个位置，笑死人了！我还要去敲吗？我徒手就可以了。
我这1个月来上健身房，每天拉单杠啊。这边还有没有练？来表演一下，来，再来。哎，老师分好了。好，第一个先拿来闻中间的，你闻完以后闻着看看。哎，高温曲好香哦，还有稻草香，很像那爆米香那种味道。看这个哈，比较黑，这你看这里有长霉菌，那这个是一圈一圈的，是不一样的。我懂，我写过新闻稿叫火入曲嘛。高温曲特色是这样子的，基本上通通不一样，所以你要再拿一块，那要找一块轻的，打开，真的，我没有骗你。好来，现在干嘛？好，你说。破开，用力一点。那个照明处看到没有？遇到欧阳老师社长只能不攻自破了。好，有没有不一样？以品质来讲，这一块会比那一块好，有灰的好。如果把它抠出来的话，哈，就是有带一点红曲菌。如果说是有那个很黑的哈，有阿莫尼亚味道，那个就是水分太多，那叫做重水区，它会选一些黄的跟黑的配在一起。高温曲的选用是要配在一起，中间能够达到温度最高的时候哦，水分还是属于正常。高温曲可以制酒，不用高温曲的话，得到的酱香不纯正，不太像。老师，你合合看，上次可不可以合得起来？我们是兄弟，你多年的大哥啊，大哥，我找你好久了，拿一根绳子给它穿起来。原来是失散多年的兄弟，难怪欧阳大哥很会掌控节奏。好了，现在目前我们来到的是特色教池，就是我们酱香型的特色教池，而且听我们的股长讲说，酱香型目前在嘉义酒厂只有4个窖，对，1年只能投料2次。这4个窖就是我们今年所发行的酱香型白酒，特色在哪里？4个加起来，再经过酱香工艺，基本3年后最高可以达到6吨的酒，12000瓶。？1年它就只能出这12000瓶，在未来啦，但是有可能会被筛掉，只会越来越少，不可能多。以2024年来讲的话，今年我听到的量首发就是5000瓶，而且这5000瓶是你这10年来累积的精华。对，因为这个是已经有在扩产，以前的量是更少，因为它制成也都更不稳定。而且刚刚老师有讲过说，酱香跟清香蒸馏是一样，只有曲是不一样的。蒸馏的时候取酒的时候方法不一样，譬如说清香型。酒头、酒心、酒尾，对，浓香型一层一层一层细腻的取出很多，再来调，它等于是要把各个不同的香味，再把它重新再组合，要做细腻。这个准确呢没有一定，是根据你的发酵，你发酵产生什么香，哪边有什么香，我就取哪个来做。酱香型就不同了，它这个取的时候是这样，我要的酒跟酒尾，我要的酒就是混在一起以后53，不是说什么酒头多少度，酒心多少度，不是的。这个53呢，再根据我们每一锅出来的判断，摆在不同的缸子里，最后再编成 A、B、C、D， 最后我们再来选择这个要调多少，那个要调多少。酒尾呢，就拨回去再发酵。你这个制程有点复杂，复杂到我就几乎听不懂。我讲的已经是最简单的。打扰。请问观众听到这还醒着吗？因为施主慧根还没有长出来，先带你入门。是，我那一根还没有长齐啊。但是我最起码来这边有做功课嘛，是不是？酱香型不就是12978吗？7533967，你的电话在我心里响个不停。啊，不是，因为是12987，指的是1年制成，1个周期，2次投料，9次蒸煮，8次酿造，7次许酒。啊，你这么厉害，就你来讲就好了。奇怪啊，我需要这个主持人干嘛？不需要我吗？叫欧阳老师频道就好了。因为社长是来负责讲12978的，这才有趣啊。我们现在位于的是嘉义酒厂的蒸馏区，就是我们的蒸锅，而且今天不得了了，我们刚好可以喝到什么呢？酱香型白酒。老师，那这个蒸锅到底有哪里特别的地方？没什么特别啊，是，对不起。蒸锅呢，它是固态蒸馏的，特别的是他们的师傅是中华民国里面技术最好的。现在这个把那个发酵完的倒到这里面，稻壳加进去以后，加2%左右的稻壳，打散到他手上倒下去。蒸馏锅有个名称叫正锅，上去这个动作叫上阵。上阵呢有一个名词叫剑气上阵，是就看到那个蒸汽上来就把它拨下去。不熟练的这来不及，所以就
看到烟雾有一点弥漫，烟就是酒，蒸汽冷凝就是酒。这个借机上阵来讲加这么少稻壳的情况之下，上阵能够最完整的就是嘉义酒厂。今天这一批酱香型白酒，凯蒂猫上的这个蒸锅，会在2030年会发售，你就准备等着内用酱香型的白酒。这个酒你现在看到要上阵了等下蒸完，旁边看到没有倒出来送过去冷却，冷却以后在那里加曲粉，再送去。送去干什么？堆积清香去发酵，对不对？对。然后酱香去堆积，对不对？对。好了，台湾 YouTuber 史上第一个喝到酱香型白酒的 YouTuber 就是我们了。来吧，老师先喝一口吧。真正的酒在这边，酒头很可怕呢。这大概几趴，老师？我猜应该是60%。这个新酒的味道让我感觉它还是得要陈年。这个新酒跟市售的酱香型白酒味道有差异耶。对，不一样。而且酱香型的市售的它都是很多轮次去结合的，那这个都是单一轮次的。第四酱香型它是必须要很多轮次去勾兑。懂了，它感觉很暗沉。然后呢，没有这么明亮、内敛那种感觉。酱酒特色是它杯底香气是很绵长的，它感觉是有点那个底味、酱底的感觉。这个我教你，第一要8了就要有点咸，8了就咸了。你没有8，有意见的感觉，咸吗？我一直喷出来，你知道吗？你扒错方向，不是在路上开车，就是在开车的路上还扒错方向，是怎样？哇，这是我 YouTuber 史上第一次喝到酱香型的新酒，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纪念。对，这也是嘉义酒厂史上第一次发行这个酱香型的白酒，我觉得历史性的时刻在此刻我们把它留念下来。我要在这里照张相，这还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我们要祝什么？祝嘉义酒厂的玉山茅台酒酱香型能够大卖，因为毕竟10年磨一剑，太厉害了。人家用高粱，你一定要说是大卖。我走了，不录了。社长说大卖，欧阳老师说大卖，欧阳港生老师今天其实有带铲子吧？这里叫堆积，但什么叫堆积呢？来鼓掌。可是我讲的都要鼓掌。是。这讲这个酱酒跟一般的这个清香型酒最大的差别就是第一个他们是高温曲，刚才有看到入窖之前，我们需要让它在旁边这样子，堆一下，让它发烧一下，这酒牢也要发烧一下，才可以去入窖，这时候才有这个酱香型特殊的香气。你们现在是堆到几度？50度那边。问这个问题我听不懂。原料完了以后，把它吹冷，把曲拌进去。如果是直接盖下去，它的温度最顶38、39，但是我们呢要在这边做一个堆积的动作，目的有2个。第一个要让这个中心的温度一路升到50度，甚至可以高到55度。另外一个关键，假设我吹到25度，那我堆在这边以后，到达50跟55度的时间越短，就能够达到的话，有某些效果就越好。这个呢又分成第几次，1、2、987 987。这个在堆的时候，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次数淀粉被消化掉了，空气也比较少，所以升到50或55的这个速度就比较慢了。我们不能够这么死板的说一定要达到那个温度，我们只要看到高山飘雪了，那也要收。如果中间发热到55度，它高山不会飘雪。那如果高山都飘雪了，中间的温度还没达到，也请进入瓮。这个堆完了叫入瓮了，就是到了我们的那个发酵槽对，高温发酵槽要再送回去啊！哇，做酱香型的学问这么大哦！这个东西要拌好曲以后，不是那个酒尾不要了吗？对，酒尾就拨在这里头。还有12987， 9次蒸煮，8次酿造，7次取酒。有一次的酒没有取啊，对，不要了，没有取也是拨回去。如果开始太干的时候，还要加点水。所以堆积在这个酱香型工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对，没有堆积，
就不是酱香，我们是做酱香，不是完全做贵州茅台，我们做台湾茅台，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实际状况，大家喜欢的味道，也可以挖一半过来，一半摆在那边，然后这边堆好以后再跟那个混合，那个叫半堆，你可以叫半推，因为半推就半就。哎呦，果然是失散多年的兄弟默契不一般。人家问你说，哎，你看了堆积没有？堆积是什么呢？堆积如山，就 OK 了。如果是四川的，是像金字塔；如果是贵州的，像个馒头；如果是台湾的，中央山脉。原来堆积还有学问。您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啊！欧阳老师说的话要信，毕竟人家是白酒大师，不是编剧老师。好了，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嘉义酒厂的熟成区，准备要干嘛了？准备开锣啦！隆咚咚锵！不要闹了，鼓掌。我们现在目前嘉义酒厂到底有几个熟成的仓库？到底有几用？我们要怎么去换算它呢？我们熟成基本上我们好的酒，不管是清香、浓香、酱香，都会经过瓮醇熟成。这是我们一区，还有另外一边我们还有一个绍兴厂，对面厂区也有熟成区。我们这个5公担的瓮加起来破万，5公担5公担500公升，6万公担以上的酒。哇，你看你们的库存很多呢。因为我们都觉得好酒就是要把它放在好的地方，让它变得更好。这个嘉义酒厂的瓮子哈，确实长相不一样。它这个外面有箍一个这个，像这个日本的香蒲，这个跟它两个要拼的话，不是就这样，就这样子。老师，你好好介绍酒好不好？它这里装这个是因为嘉义曾经地震，现在地震的话，他们就不会破掉，要撞来嘛。现在我只能说一个形容词，欧阳老师超派。我们来熟成仓库的话，干嘛？一定要喝酒？现在这一批是在109年的，还没有抽出来。在瓮酒起码都要在5年以上，才再拿出来去做勾兑调和酒。哎，您拿什么杯子？不需要嘛，老师，就干了吧。哎，对。问个问题，这个一坛一坛是可以一坛一坛卖的吗？酱酒就没有一坛一坛的。哎，不是要倒那个盆子里面吗？我本来要摆那边，一听说是酱酒，我们还是节省。小酌对不对？小酌啊，是。人家那么辛苦，对不对？500公升一坛的话，然后如果是500 ml 的话，它可以装到1000支，哎，就等于是我可以包嘛。就是清香型的、浓香型的哦，除了酱香不能包，因为你们现在目前正在发行。但清香型现在目前已经有人包了，已经有人包了。达摩系列其实就算是我们自己去把它整理过首发版，对。哎，老师，我们两个可以弄一瓮来包，对不对？怎么样？您在想什么东西？酱香型的酒哈，会先摆在这个嘴唇前面，叭，才能够喝得出层次。一打开的味道就超浓郁，很清香。它那个醇厚，而且很干净，它没有杂味，5年以上，对不对？对，非常厚实，非常扎实的感觉。不好意思，那个观众朋友，那个为什么有喝一喝的人自己跑掉了？你觉得怎么样？还行吧？闻的时候是很舒服的，喝下去的时候不会觉得呛，不会觉得辣，就是会觉得它很顺，然后很干净，口感整个很绵密扎实，在你的口腔里面去游荡，这样味道会留在口中很久。敬各位好不好？我们待会要去喝什么？去喝玉山茅台酒酱香型，我们要去品饮。你，我要结尾，你回来干什么？好，我们刚刚经过一连串嘉义酒厂的制程，包括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酱香型白酒要经过堆积发酵，然后清香型在我们的嘉义酒厂也是首屈一指，而且从1950年开始，嘉义酒厂以1厂之力做出100厂之香，所以今天呢，我们在面前要喝到的就是浓香型、酱香型跟清香型，尤其是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谁呢？嘉义酒厂的首席调酒师，我们的黄调酒师，他的资历比我们欧阳港生大师还要深。他应该叫做施工的呢。首席调酒师呢，他在嘉义酒厂呢已经担任了18年，所以这18年来的这个清香型白酒，到现在的酱香型跟浓香型，都是出自我们的调酒师之手。是调酒18年，待在嘉义酒厂已经超过30年。30年的喽。那我们今天第一款酒，我们要喝的就是我们的玉山高粱酒的8年。调酒师，请问这8年怎么做出来的？有什么特色？这8年哦，基本上它是清香型的，然后它是以清香型的制成制作出来以后，我们把它放在瓮厂里面。然后瓮厂里面一看，你看它的名字叫做什么？深海蓝。深海蓝嘉义酒厂的陈酒特色就是有一点点海风的风味，酒体的 DNA 里面基本上都有梅子的香气。你喝这支酒是好像从
海里，然后喝到平原，然后喝到山上，层次感是时间把它堆叠出来的。感觉在深海里面去喝酒，然后有那种海边那种咸咸那种风味，然后还有梅子的清香味就对了因。为嘉义酒厂的酒体 DNA 里面基本上都会有熟梅的香气。你入口的时候，它纯正非常的扎实，然后它里面有那个熟果实，是熟梅子，然后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后味的后，你会慢慢发现有一点蜂蜜蛋糕的香气，因为小姐可能会比较敏感。再往上走的时候，你就会渐渐好像走到山上，有个山茶花的味道，然后有一个茶叶的香气在里面。酒体是非常的丰厚，然后饱满。然后厚实又不觉得失去它的优雅性。我本身对于这一款深海蓝非常非常喜欢，因为它的香气非常纯正、干净，而且优雅，而且它的层次感非常非常丰富。凯蒂猫呢？你看以女性的观点来看这支酒呢，闻香刚入喉的时候，就是莓果香跟香草味，喝下去之后会，我觉得它有那种咸甜感，它层次很丰富。我的结尾是有点甜感的感觉。非常推荐这个初入门喝高粱酒的朋友。如果你觉得喝高粱酒可能是辛辣的那一种，这一款深海蓝它不是辛辣，甜感是非常非常高的哦。而且我认为它加冰的时候，它的口感一定更棒。加冰以后，你会觉得好像潜水在海里面，你会感觉到有一点昆布的味道出来。这支酒啊，喝到嘴里啊，要扒2下，它的咸味不是那个钠离子，是那个离子的缸子里面的离子。调酒师，你似乎有要附和老师的话哦。师公讲的意思就这种味道要放在瓮里面才会跑出来。你们2个果然是老同事哦。第二款酒，丢。那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第2款酒，就是我们的3支烟，而且3支烟这款品牌呢是嘉义酒厂最新推出的，对不对？对，去年刚好要推出而已。这款酒厉害的地方，为什么有个烟字？烟是什么意思？那个烟熏的香气，我们还以为是因为高粱经过蒸馏时候产生这样烟熏的香气。那个新酒味的话，到3个月以后慢慢的会消失掉。可是我们后来发现，烟熏的味道它一直都存在，而且越来越厚重，越来越醇厚的香气是越来越的饱满。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是粮食带来的，可遇不可求。如果我今天要一直出3支烟，这样的一个烟味，这样的一个烟香气，你能够刻意的在制成当中一直去做它吗？目前还没办法复刻出来，所以代表是这一款3支烟你出完了以后，你有可能明年无法出3支烟，因为你做不出复刻这样的目香气。前是做不出复刻的东西出来。我觉得调酒师很大胆，今天有清香型啦，然后还有包括年份啊、勾调，然后还有酱香型跟浓香型。可是你出了清香型带有烟味，这个代表你是独树一格，经过了总公司，经过了很多力挽狂澜，你才可以推出这款味道。因为我们把它规划在特色酒，因为它这个特色是目前我们讲在清香型里面是遇不到的，不是那种威士忌那种烟熏，它是有点像我们熏茶鹅或是糖去烟熏的味道那种香气，而且它有很明显的龙眼干，而且有那种炭烤味的感觉，它还是不失嘉义酒厂的梅子香气的根本。这个有点是好像感觉我去那个吃那樱桃鸭，感觉有那个肉质感。这款酒好特别，好特别哦。这款酒啊，觉得它有一种朦胧美，可是它的香气又很凸显。说梅子香气，它到最后又会出现一个鲜渣美的味道，你的唾液腺会不断的分泌出那唾液，让你觉得这酒体是非常的优美。口水一直出来，就感觉一直很想要拉鸡。这事情你去找你打击的对象讲。老师，我真的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么特殊的口感，在您的手上，您敢推出吗？原料来的时候有处理上的特殊，但是这个原料要在嘉义做就没有问题，在嘉义以外的地方做就有问题，因为嘉义的酒有它特殊的梅子味道，不是每一批都有，但是好的都有。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它这个烟味就能够跟那个梅子能够搭配。如果您今天要复刻这一款3支烟，以您的技法、您的能力、您的功力、您的所学，你能够复刻吗？在嘉义这个环境之下，有这种菌种，有这个发酵，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梅子香。不管它的烟是不同的烟，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做到很柔和。虽然跟这一批不一样，我们今年3支烟，明年4支烟，后年5支烟，总是有达到99烟的机会。今天进入第3款酒，就是嘉义酒厂最厉害的浓香型。浓香型
感觉在中式白酒领域当中，是我们在大陆对岸里面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角色。但它既然在台湾这个产区当中可以生产出浓香型，这个对于你来讲是个挑战吧？因为毕竟浓香型这个口感，我们早期都是在对岸喝到的。到底您是要复刻大陆那边的口感香型呢，还是创造出台湾自己独一无二的浓香型？大陆的浓香型基本上台湾喝白酒的习惯性已经觉得它太浓了，而且它那个泥酵发酵出来的话，有一点泥土的酵臭味，对，台湾人不大能接受啊。所以嘉义酒厂是用菌液去培育出来，然后菌液去做这个浓香型的酒出来，然后我们做的时候要求的就是它必须有浓香的气味，然后有浓香的口感，可是它没有浓香的那些杂七杂八的味道在里面。所以这支酒呢，我们就称它为浓而不艳，雅而不淡，所以它酸甜很适口。我们喝的时候会觉得，它好像就在口感里面谱一个狂想曲一样。你在喝的时候，它的层次感是在舌头里面、舌尖上、舌面上，然后舌根上，它会一直在搅动着你。然后唾液腺也是一直在挑战你的味蕾，然后把你的唾液腺切割开来，把那香气一个一个的释放出来。对，老师你真的说得很好哎。这一款酒的话，它其实讲说你是用菌相的不同去表示它的口感，对不对？这个浓香型闻起来它有非常明亮感，而且有那种散发出来的感觉，有一个松针的香气，是类似像松树上面那种清新的感觉，果香味你会觉得很舒爽，所以它喝起来是很酸甜、很适口，然后不腻啦，尾韵还是会很悠长。早期的话，我在那个对岸那边有工作啦，然后去那边采访的话，我喝到他们这个浓香型，他们浓香型香型是非常的厚重，它没有像你这个那么明亮。你在你的嘴巴里面的话，它会整个散开来，有绵密感是在你的舌头间化开来的感觉。对，而且我们这一支酒是嘉义酒厂目前南征北讨得奖最多的一支酒。所以这一款酒其实它是在世界各地的中式白酒竞赛南征北讨夺下无数的金牌。对，这一款酒应该是常态型，而且是长销型，而且它是绝对是瓮藏5年以上。所以第5年以下的，我们就不会把它弄出这么好的一个酒体出来。浓香型必须要很准确的收集每一层每不同的，所以浓香型主要靠调。如果每一次来的不一样，每一层不一样，然后我要调到一样。大陆呢，有土就能做浓香，我们不要土。第一个，在土上面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些结果，没有泥土哪有花？这条歌还有第2句啊，不见生根哪得瓜。欧阳老师已经继承了社长的技能，连唱歌都要在频道上展现一下。刚刚经过一番的论战以后，前3瓶酒喝完了。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本片的重头戏，就是我们的玉山茅台酒酱香型。这一款酒，你不要看它小小的，但是它有500ml哦，而且这个酱香型得来不易，它是1年只能制造1次。这酱香型白酒其实它是一个力跟美的结合啦，它是最浪费人力的。它1个月才发酵1轮次，它总共1年就是做1个整轮次而已。然后我们总共收了7次酒，我们在调和勾兑的时候，就是靠这7轮次的酒，然后去把它勾兑出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要喝它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要放空，把前面这些香气全部放掉，我们才能去解开它的神秘面纱。可是大陆的酱香型，它酸度偏高，我们台湾人又不大适口，所以我们嘉义酒厂就特调出我们嘉义酒厂特有 DNA 的酱香型。所以你看去喝它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你先把它放空一切，去找它里面香气的来源。这一款酒你们经过10年的研发，所以也代表着这10年来你们历经不断的失败，对不对？对对对。我们讲浓香型跟酱香型，在这个中式白酒领域当中已经有它自成一格了。您身为那个嘉义酒厂的首席调酒师，你要如何定调这一款台湾的酱香型白酒？这是台湾有史以来第1次嘛？对，等于是你来定调了。第一个，我们要让它有厚重感，可是又不失它的优雅。你要有老陈味，又不能失去它的活力。所以你在喝它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要的是它里面的香气是自由不拘的。在喝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香气可以慢慢的层次感一些放出来，把那个时间的堆叠，把那个制成上的工艺，把那个力与美慢慢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说有点像热带水果的香气在里面，你又不失它好像有点烧烤的味道，后面有一个熏烤的味道在里面。假设说，你好像又在喝黑咖啡，
后面有一点的焦香感。我在闻香的时候，它属于暗沉，但是你在入口的时候，它非常的扎实、饱满去爆发出来，所以它的层次是层层堆叠，而且它的香气也是非常的纯正、浓郁、浓厚。它空杯留香哦，你把它放到明天早上、明天下午，它的空杯留香还这样依然的干干净净、优雅美丽。我现在一口干掉以后，吼，它带给我里面那个，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这个酱气，我自己用我自己的感受，这个酱气有点像是有点这个杨桃味、鲜渣饼的感觉，厚实的、扎实的，但是它是粘稠的，这是我对于酱味的感受。老师，我这样讲是对吗？非常好。30年的首席调酒师，以及在公卖局38年的这个酒事所的主任，已经认证了我的舌头就是如此的敏锐。从刚刚到现在，只听见欧阳老师的海鸥声，没看到他附和啊。喝这个玉山茅台酒酱香型，回台北一定要配鸭舌头。我以为你回台北要跟我拉鸡啊。最后哈，我们还是要听一下女性的想法，因为毕竟酱香型男生喝非常的强烈，但我觉得女性你要如何表达对于这个酱香型的口感呢？喝下去就是很浑厚，但是它不会很呛或者是刺鼻，不会，然后是层次很丰富。然后两颊的那个层次感，因为会一直分泌口水，然后会带出来，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它蛮特别的。你喜欢喝威士忌的人，喝烈酒的人，喝到这种酱香型的高粱酒，你会觉得感觉排斥，或是觉得不适应吗？其实我喝中式白酒比较少。但是我今天喝了这4款之后，让我有点跌破眼镜，我会喜欢的。酱香型还有个特色哦，你现在可以喝了一杯，然后你出去走走，你等一下回头又想再喝一杯，你就会觉得，哎，我刚刚那个味道为什么在我舌头上一直保留在那边窜动着？你的胃里就好想再回来再跟他喝一次，看看那几次里面有什么神秘感。你喝完很舒服，就这样一头就栽到这个高粱酒的世界里面，这个酱香的世界里面。因为它时间的堆叠造就它的变化万千哦，让你刚刚觉得，哎，我就是觉得已经知道它是什么香气、什么味道，可是你到一段时间以后，哎，它在舌头里面呈现又不一样了，所以哎，怎么又跟刚刚不一样？我回来再喝一次看看，不用任何的佐料，你就干喝它，你就可以一直喝下去。哎，所以今天非常厉害，你看今天那个欧阳老师带我们走制程，还有我们的这个陈股长带我们走制程，然后今天我们的首席调酒师带我们走入高粱酒的世界，非常非常的美妙，非常非常多的收获。我们必须到片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欧阳师公已经睡着了。你记得要干嘛了？记得要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咱们的李亚社长来啤酒，下礼拜见，拜拜。